这个少女能够预知未来，就算是最强阴阳师都得对她避让3分。为了不让圣皇女成为她的威胁，赛卡一直躲避对方的亲近。阿米欧被从树丛里冒出的赛卡吓了一跳，他去找格雷切磋，居然没打过人家，这让赛卡有些不可思议。阿米欧明明是勇者，得知赛卡在躲着塞琳娜后，阿米欧劝她去陪陪人家，毕竟他们明天就要启程了。塞琳娜最近在阳台一个人下战棋，看上去很寂寞的样子。赛卡一听有道理，于是主动找上塞琳娜陪他下棋。战棋赛卡只是初学者水平，为此塞琳娜让他好几手，还和赛卡打了个赌，输家要无条件听从赢家一个请求。赛卡欣然同意。对战过程中，塞琳娜问赛卡觉得这世间最强的棋子是什么，赛卡的回答是在战场上无法被讨伐的政治家。塞琳娜的想法和赛卡有些不同，她认为最强的棋子是人民。虽然在大多数时候，人民只是一群饱受剥削的无力之人，但国王和政治家没有生产力，只会一昧的以课税之名去窃取人们的劳动成果。没有税收就没有政治家，所以人民永远无法被消灭。再加上人民还拥有压倒性的多数力量，所以塞琳娜才会积极的向民众宣传自己的存在。她手上的妻子既不是国王，也不是圣骑士，而是谁都不会注意到的广大人民。人民论这一套算是让他玩明白了。棋下到一半，塞琳娜突然声明最终胜利的人会是他。赛卡已经知道他用未来式看到了结局。其实在格雷告诉他赛里拥有未来式之前，赛卡就已经有所察觉了。不管是格雷会在和这的比试中落败，还是当时建材掉落的事，其实塞琳娜一直很苦恼该如何向赛卡解释。就算能看见什么，未来也并非永恒不变的。上庭并没有赋予人生任何意义。当他认识到这一点后，就决定不再乖乖任人软禁，而是要靠自己的意志活下去。目前的棋局，塞琳娜只要再下7手就能获胜，对此赛卡也只好干脆认输。塞琳娜知道自己仍旧没有取得赛卡的信任，如果要取得一个人的信任，至少应该说出自己的弱点或者真心话。于是塞琳娜向赛卡暴露了自己的弱点。她从小就很害怕吃炖菜，尤其是冬天有暖炉的房间里，害怕肚子里的小麦粉在靠近暖炉后会变成面包膨胀起来，所以每次吃完炖菜，她都会飞快地跑到冰冷的房间里。赛卡听得哈哈大笑。接下来是塞琳娜的真心话，她表示自己的目的是想要救人，但是更多的她无法透露，因为会导致未来朝着非预计的方向改变。这次来见阿米欧也是他计划中的一环。赛卡反问塞琳娜做这一切都是他自己所期望的吗？得到了肯定的答复。于是赛卡笑着表示他会为殿下加油。塞琳娜取走一颗黑棋，他也会好好考虑向赛卡提出什么要求。而此时的王都城外，一对山贼被魔族残忍的杀害，魔族嚼着人肉吃得津津有味，其中有最强的鬼人穆德，驯兽师罗尼，邪眼使者利亚，恶魔加尔，以及能看穿对手实力的队长佐德。这些人全都是魔族的精英，他们跋山涉水从魔族出发，为的就是消灭勇者。很快赛卡一行人到启程的时候了，大哥鲁福特依次和大家告别。赛卡一坐上马车就开始生不如死，异常沉默，一边应付塞琳娜，一边就是飞鸟观察整个车队。他问格雷作为小队长待在车里没问题吗？格雷表示他要贴身保护塞琳娜，而且就是为了防止意外才带了这么多人，就算出了问题也能一边守护圣皇女一边指挥。赛卡换了个话题，他们这个国家的山贼集团大概有多少人？话音刚落，只听一声巨响，前方用来伪装的空马车遭到了袭击。赛卡跃上车顶，瞬间就成了埋伏在车队周围山贼们的靶子。赛卡召唤磁流云，弹开了所有射向自的弓箭，慢吞吞的念咒的魔法师也构不成威胁。与此同时，格列也开始带着骑士们反击，这群山贼完全不成气候落败。塞琳娜拜托赛卡将人全部活捉，等前方马车里的阿米欧几人折返回来，事情已经解决了。明明有军队护卫，还是遭到了山贼的袭击，这事怎么看都有些蹊跷。塞琳娜把赛卡叫去单独谈话，这次袭击明显是他的政敌安排的。活捉之后查出雇主是谁，对他来说轻而易举，而且他早就预料到这次袭击才会多备马车装人。赛卡提议不要将他们全部带走，防止他们挣脱束缚奋起反抗。塞琳娜却表示他们不会，因为乖乖等待下一步袭击才是上策，但下一步袭击根本不会到来。蝴蝶扇动了他的翅膀，其他袭击者的命运早已注定。几日后，众人有惊无险到达了王都。塞琳娜在城门口向大家告别，她一直没有什么同龄的玩伴，所以这段日子玩得很开心。这是她的真心话，她永远都是赛卡的同伴，唯独这件事，她希望赛卡不要忘记。与此同时，魔族小队已经接近目的地，他们约定好，等打倒勇者完成目的就一起回到故乡。行了，旗子插起来了，你们这群人必定死得很惨。魔法学院即将开启新学年，赛卡被校长任命为开学典礼的在校生代表上台发言，小学有些担心他会因此大受瞩目。赛卡最近在想，是不是因为他前世以那种凄惨的方式死去，导致他如今变得有些胆小了。其实根本没有刻意找一个人代替自己成为最强。当然说这些并不是他后悔阿米欧他们相遇，他很期待之后的冒险家生活，不是像过去那样神经兮兮的担心自己太过招摇，而是像一个普通人一样活下去。小学问他，面对如今即将逼近的敌人，他是否会选择不去应战，而是像一个普通人一样溜之大吉呢？对此赛卡表示他会想办法去处理的。
而且处理这种事情对他来说不费吹灰之力。魔族小队终于到达了王都，这里不过是一座普通的城市，只是学习魔法的人稍微偏多，没有狩猎怪物的精锐冒险家，也没有帝国军的精锐部队，再加上勇者只是个孩子，没有人能对他构成威胁。但不知为何，佐德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，但他并没有放在心上，将其归结为压力过大产生的幻觉。转头和队友们拟定作战计划。首先，他们从学院的4个方向借学生们赶到中间进行杀戮。一旦发现有疑似勇者的人，就用专属联络道具进行联络。就算没有找到勇者，引发骚乱一定能将其吸引出来。完成任务后，一起回到家乡去。其查1遍不够，还要查2遍。提前为你们默哀，塞门。大家都觉得一切会进行得非常顺利，但是他们并不知道，在学校里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地狱。加尔用传送魔法将小队送入学院，落地之后才发现学院到处都弥散着不祥的红色浓雾，校园里也是异常的寂静。加尔很快发现了朝他走来的2个学生，毫不犹豫对他们发起了攻击。然而走近之后，眼前的场景是让他吃了一惊。罗尼和利亚边走边聊天，他们在故乡都是首屈一指的高手，可其强大的能力在和平世界完全派不上用场。他们都迫不及待想要打败勇者，挺胸抬头回到故乡。前方突然有人影穿过，罗尼放出2只狼前去追杀，冲进浓雾中却没了动静。等回来时，狼嘴里正叼着一个奇怪的东西。穆德则是遇到了梅贝尔，以为对方是商会派来追杀他的杀手。梅贝尔挥舞着大斧，丝毫没有手下留情。2个人进行了一番激战。面对运用全属性抗性的穆德，梅贝尔还是落入了下风。就在他被先飞武器巨锤朝他当头砸下的瞬间，穆德惊讶地发现梅贝尔居然原地消失了，只在深坑留下了一个小纸人。魔族小队都被刻意引导到了一处地点，他们所有遇到的人类都是用符咒变的，根本没有一个真人。傻子也看得出来这是异常的事态，佐德当机立断选择撤，但是为时已晚。不祥的歌声响起，赛凯悠闲的姿态出现在他们上方。没错，这附近的人影全都是他的式神，不过只有穆德预示的梅贝尔是真人。那孩子很强对吗？穆德非常兴奋，他能感觉出梅贝尔不是寻常之辈，他还要和对方比试。然而话没说完，穆德的脑袋突然滚落在地。赛凯有些惊讶地拿起手上断了头的符咒，对咒的耐心也太差了吧！以前遇到盗贼首领，在吃了他这一招之后，还能在脖子流血不止的情况下反击呢。利亚飞到赛卡面前，张开斜眼试图将他咒死。虽然魔族的斜眼要比人类强上很多，但对赛卡丝毫不起作用。他召唤出一只双眼被封住的白蛇和利亚对峙，在看到白蛇的瞬间，利亚痛苦地捂住心脏，血液乱翻，摔在地上停止了心跳。白蛇的眼睛虽然被封住，但他鼻子附近的感应红外线就能成为第3只眼。一只魔蛇拔地而起，可惜还没碰到白蛇，就在斜眼的作用下当场去世。罗尼从魔师身后跃起，试图驯服白蛇，白蛇停止了攻击，似乎确实将他当成了同伴。但佐德就突然惊恐地大喊着快逃，下一秒罗尼就把白蛇一口吞噬，居然想驯服由人类怨念凝结而成的妖怪。赛卡对此报以嘲讽，对方不费吹灰之力就杀死3名同伴，佐德惊恐不已。赛卡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不同寻常的气息，他从一开始就知道妄想挑战那个怪物本身就是一个错误。加尔想要偷袭赛卡，为佐德争取时间逃走，但佐德却让他快逃，活下去，向同胞们传达这件事。魔王已经诞生了，而他正是赛卡。赛卡知道他们是来打倒勇者的，不过他们可不能接近阿米尤，因为他会负责守护勇者。此话一出，佐德更是全身止不住的发抖。魔王以最糟糕的形式诞生了，最可怕的魔王站到了人类那边。佐德催促着能使用转移魔法的加尔快逃，不要白费了大家的觉悟。赛卡已经不想再跟他们浪费时间了，汹涌的岩浆朝着2人倾泻而下，佐德的抵抗就如同螳臂挡车，他们所在的地方瞬间被毁灭殆尽。众生的加尔趁机逃走，赛卡居然是魔王，怎么会有如此荒唐的事？然而他从踏入学院的那一刻就注定逃不出赛卡的手掌心，胸口凭空出现一道致命伤。加尔至死都不知道那个魔王到底是怎样的人。至此威胁全被解除，只用人形符咒就有如此大的威力。小雪被吓得瑟瑟发抖。梅贝尔突然跑过来问他有没有见到商会派来的刺客，他知道刚才是赛卡救了他，害怕对方没找到他之后会去袭击别人。驱除邪人的咒术对于用强烈目标的人没有效果，看来梅贝尔很久之前就一直在戒备着商会派来的刺客。赛卡让梅贝尔放心，那不是来暗杀他的刺客，而是针对阿米优的。如今一切都已经结束了。今天开学典礼如期举办，1年前是阿米优作为学生代表致辞，不过因为恶魔的捣乱没能讲完，他丝毫不知道那场袭击是冲着他来的，也不知道几天前还发生了同样的事。而就在赛卡为今天的致辞做准备时，骑士团突然冲进大堂，要以杀害魔族派来造访学院的特使为由，以叛国罪将阿米优抓捕归案。